麻雀，你和瑞王真是偶遇？是的，关于这一点，慕容朱雀和瑞王商量过，纸里包不住火，两人认识这件事早晚会显露出来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契机来增加合理性。你与瑞王正如子言所说。侯爷放心，我慕容朱雀不是随便的人，无论与沈世子关系好坏，在合离之前绝不会干那越格之事。慕容朱雀，你不是叫慕容麻雀吗？侯爷明鉴，您觉得慕容麻雀是人名吗？那名字是尚书府取来的，多半是尚书夫人记恨慕容尚书在别院养外室，所以故意起一个作贱人的名字，以作侮辱。我之前在别院也只能姑且用那名字，现在出都出来了，还用那贱名干什么？合离之后，我会想办法把名字改回来。这名字确实作贱人，等回京，老夫帮你改了。儿媳多谢侯爷。你与瑞王真的没什么？侯爷您放心，在合离之前，我还是您儿媳，绝不干对不起沈公妻、对不起侯府之事，也不会让侯府在京城丢脸。至于合离之后，那就世事难料了。世子今天不是说我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为什么不呢？如果能当凤凰，谁还愿意当麻雀？你以为瑞王毁容了之后就降低要求，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够看上？做梦吧！瑞王再是个废人，也有数不清的名门闺秀愿意嫁给他当瑞王妃。是吗？看不出来啊，感觉他身边挺清静的，不像是有莺莺燕燕的样子啊。不能背后诋毁亲王，这可是重罪。侯爷，这场仗就这么打完了？罗刹族会不会集结一帮人继续过来打？应该是结束了，他们的人基本上全军覆没，便是有落网之鱼，也超不过2000，不成气候。关于尸体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现在天气虽然转凉，但最多5天，尸体也会腐败，到时候滋生大量病菌，只怕会引起瘟疫。没想到你竟能想到这一层，石军医给我讲的。原来如此。报，侯爷，我方斥候抓到2名金达国士兵，他们说看见了昨晚的怪物。侯爷，审问犯人时能不能让我旁听？拜托了，我真的好奇。行，不过犯人在牢里，女子进那地方多有不便，你最好再换上男装，戴个面巾。多谢侯爷。你也戴上面巾。为什么？省得阿雀戴面巾突兀。沈子言这个气呀，但又不敢违背父亲。好，不愧是舔狗啊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一众人进入阴森潮湿、充满霉味的大牢。所有人进入了审讯室之后，侯爷，世子，这2人便是我们抓到的伪装成罗刹族的金达国士兵。他们招了吗？应该算是招了吧，但是他们的供词十分诡异。他们说屠杀他们的是一条巨大的黑龙，就和传说里面的龙一模一样。因为当时情况危急，他们没时间仔细看黑龙有多大，只记得黑龙的每一片鳞片都好像有盾牌那么大。黑龙不是纯黑，无论是鳞片还是龙须，在夜光底下都泛着红光，而且黑龙的爪子也是极大的，一个爪子就有2辆马车那么大。而且黑龙杀人并不是用爪子直接抓，而是一挥动爪子，从每一个爪尖都射出一道气来，那个气嘛，就像是无形的砍刀一样，所到之处把人砍成2半。昌宁侯和沈世子一愣，下意识看向慕容朱雀，因为听谢将军曾经说过朱大公子的推测，从血液喷溅的情况来看，多半是一种叫做剑气的东西，还真让他说准了。龙，竟然有龙？难道这里不是普通世界，而是玄幻世界？哇，真是越来越玄幻了。小姐，请喝茶，放旁边吧。小姐看了好一会儿了，难道这画有什么玄妙吗？没有，我只是通过这张画想起了从前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罢了。我活了，却不知道那3个缺心眼的货怎么样。虽然总给我惹麻烦，但分开倒是很想念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问你，你听说过谁有法术吗？法术是传说里还是现实里？现实。没有。那你之前听说过谁见过龙吗？也没有。龙不是皇上才能见的吗？皇上被称为真龙天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世界不是玄幻世界，也没有龙，或者说截止到目前还不是玄幻世界。你怎么了？好像看过一次。什么？小姐，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，您看瑞王画的画，然后奴婢说天上有怪物吗？奴婢在想，那个是不是？是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也就是说，他去过琅琊堡。慕容姑娘，你们在？你们有时间吗？
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是王爷？王爷从昨天开始腿上的伤口就奇痒难忍，但是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就自己忍着。如果今天不是我从窗子偶然看见，王爷现在还瞒着我呢。他人有大病吧？不舒服为什么不说出来？非要小病拖到大病才吭声？我们走。等等，小姐，药片送到前院，不知加工完了没有？您这么出去，那些药片会凭空消失的。消失就消失，大不了一会儿再重新弄药。我奶奶经验多的是。慕容姑娘，李大人，王爷来了。说曹操到吗？我料到云池定来找你，怕耽误你，所以腿上一波奇痒袭来，君北玉再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暗咬着牙把王爷抬到床上去。你们就出去忙，这里有李公子和榴莲便可。是。小姐，用来窗帘吗？没时间了，告诉我哪里有问题。君北玉说不出话来，伸手指了指包裹脚踝的石膏。王爷说他伤口部位奇痒难耐。慕容朱雀二话不说，从空间里掏出了切割器。这是什么？切石膏用的。慕容朱雀打开开关，开始滋滋滋的切割起来。李云池和朱榴莲第一次看见这么神奇的东西，当然在慕容朱雀这里，他们已经看到了许多这辈子本应该看不到的东西了。因为长时间未清洁而引发过敏，湿疹、荨麻疹、皮癣。很快石膏被切开，露出了包着绷带的双腿，手术后伤口展露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难道伤口愈合的不好？不是，正好相反，是愈合的太好了。邪了门了，这地方怎么这么邪性？先是出了一条黑龙，现在连王爷的伤也有了变化。那这说明什么？采血。是，小姐。一气呵成，好像经验丰富的老护士将采好的血放入试管，又交了回去。小姐，采完了。慕容朱雀把血放回空间进行化验，同时用盐水把伤口上残留的碘酒痕迹擦掉，以便更好的观察伤口。却见伤口上缝合的针孔已经全部长好，明明才过了2个月，但伤口的愈合情况却好像半年之后。同一时间，空间里的血常规结果已经生成。慕容朱雀拿出化验单，仔细看上面的数值，却见所有的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，没有一个异常。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您伤口痒之前可曾吃过什么特殊的吃食？没有。你检查不出其他原因吗？30还没。那啥，我和你解释一下，我这医术虽然很先进，但到底还不是神仙，还有很多病症我检查不出来或者治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别对我抱太大希望就好。算了，先解决你的痒吧，我准备给你打1针止痒针。小姐是要给王爷打肌肉针？没错，这个来得快。打臀大肌？臀？是我想的那个臀吗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个臀，屁股扎屁股上。啊，这东西要扎在屁股上？要脱裤子吗？当然，不脱怎么扎？让小姐扎吧，我们2人辟邪。之后拽着李云池的袖子就把人拽了出去。什么？真扎屁股上啊？是的，小姐用的注射分为皮内注射、皮下注射、肌肉注射、静脉注射以及腹腔内注射物种。平时小姐为王爷做的是静脉注射，今天的是肌肉注射。成年人肌肉注射大多是在臀大肌上。天哪，你竟然知道这么多！我也不想啊，是小姐逼着我背的。不仅要背这些，还要练缝合、练扎针啊？怎么练啊？还能怎么练啊？往自己身上扎呗。我刚刚就是随口抱怨着玩的，您别误会啊！我喜欢小姐这样逼着我学东西，跟着小姐这2个月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2个月。您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啊？因为我容貌的变化？一半吧。我突然间想起刚背你回来时候的情景。背？是啊，你可能不记得了。于是李云池把到京郊别院，直到背着尸体回来的全过程说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时慕容姑娘化名朱雀，我却以为她是乌鸦精，要趁王爷病吸王爷命呢。谢谢，我都忘了，您也是我救命恩人之一。我们好好说话，你跪什么呀？好，不说这个话题了，说另一个。你说我刚刚盯着你看，是因为容貌变化吗？确实吧。客观的来讲，刚刚救你回来的时候更美，但是那种美是一种红颜薄命的美，但是现在嘛，却是一种可以掌控命运的美，不一样的。掌控命运？朱榴莲直接哭了出来。之前跟着小姐忙东忙西，一会儿练武，一会儿学医，忙起来倒是没注意这些。如今被李公子说起来，她才想起自己不堪的命运。她真的摆脱厄运了吗？她也能掌控命运？李云池这边手忙脚乱地哄着，房间里趴着的某人短裤被人扒下去一截，趴在床上的瑞王满脸通红，伴随着轻微的疼痛。君北玉知道这针怕是扎进去了。
却不知是真有奇效，还是因为太丢脸，更或是看见心上人病就好了一半，他竟觉得双腿上的伤口好像没那么痒了。这是什么针啊？效果不错，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。你是心理作用，这药效果再好，也有个10几分钟反应时间，哪是打进去就见效？你以为这是法术呢？你在琅琊堡也用这种针？用的，每天晚上临睡前给所有伤员都来1针，给他们止疼，让他们好好睡一觉，伤口愈合的也快一些。每个人都打这个部位？对，切肉针一般都是臀大肌。你亲自打？榴莲打。君北玉这才狠狠松了口气。你以为我让榴莲打是为了保持我的冰清玉洁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让榴莲在他们身上练手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好护士不仅要在自己身上练，也要在病人身上练。君北玉听出女子口吻中的淡淡嘲讽，面红耳赤，想解释，但怕解释多了反是越描越黑，让女子误以为自己在乎这个。他不在乎什么贞洁，就是有点吃醋而已。抱歉，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。如果慕容姑娘误会怎么办？如果慕容姑娘和离后不嫁了怎么办？慕容朱雀倒是没多想，开始观察伤口起来。竟然痊愈了，真是邪门儿！到底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？好想活体解剖哦！唉，不能解剖，这人可是个王爷，弄死他后患无穷。更何况回现代的重要信息还得依赖于他。慕容姑娘，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？没有，王爷，您平躺。君北玉听见，便乖乖的从趴姿变成了躺姿。怎么了？勾脚。勾脚？这样？放松，把腿弯起来。勾脚。我说你想站起来试试吗？